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叫朱德友。今天呢，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究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和生发和收拾的这个问题。这个意境呢，是山水画的灵魂。咱们研究山水画呢，必须要研究这个意境，因为在你今后的画山水的过程当中，要始终把意境放在第一位。同时呢，在你这个山水画在进步的当中，一定是意境陪伴着你。所以说，咱们画山水画最后升华的部分，那肯定是你意境这方面提高了。这个意境呢，开始学画要提，咱们学画当中和学画到达一定水平，咱们还是要提。所以说，这个意境呢，在中国山水画当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。这个意境呢，实际上是山水画当中这个主观和客观结合的产物。因为这个画家在画山水的过程当中呢，他把他所见到的这个真山、真水、真物，要在胸中形成一个画面。最后到手上呢，它的画面肯定要升华了。那这个升华的部分，那就是意境。实际上，有人说画山水画实际上是表现画家自己啊，你有什么样的意境，那你出来的这个画，那它就表达什么样的意境。这个在每个人他的审美观来说都不是一样的。比如说，咱们平常的人看到大山以后，可能更加用具象的审美去观察。比如这个山特别像猴，那个山特别像鸡，那个山特别像笔架，这当然也是在审美。但是我们在看这个大山的时候呢，他的审美恐怕要比这个要多得多啊！从各方面去感受它。那你感受出来的东西，那你就是你要所表达的东西。那我们看到的山，可能它给你一种博大的东西，一种浑厚的东西。特别是北方的山，有一种苍劲、古拙这种感觉。到了南方呢，那可能是那种耸立、秀丽这种感觉。那你画山水，你就要有这样的感觉，你要追求这种感觉啊，这就是一种审美的追求啊。你像过去咱们古人在画大山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是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这个追求啊。比如说这个山水五变，咱们可能都听说过啊。这个说山水画呢，大小理一变也，经观懂句又一变也，里程范宽一变也，这就三变了。琉璃马下又一变也啊，大吃黄鹤又一变也，这是五变。这五变说的是什么呢？是不同时期咱们画家追求的不同的这种大山的面貌，也就是他们的审美的追求，也就是他的风格啊。在唐代啊，那会儿是盛唐时期，那画的是青绿山水。经观懂句、里程范宽画的是大山大水。那个时候，像五代时期、战乱时期，金浩他们呢躲到大山里边去，他们画的山呢，那就是比较空灵。虽然山比较大，感觉它是一种凄惨悲凉的感觉。
李成范宽呢，他画的大山呢，真山真水，整个占满了画幅啊，感觉气势磅礴。到了南宋，琉璃马下，他们以诗如画啊，表达那种飘逸的这种风格啊，特别是他们的构图也发生变化了啊。平常都说马一角下半边儿，马一角呢就是马远，他画的画呢占一角，另外一角呢比较空啊。这个夏是夏圭，夏圭他也是这种风格啊。另外他们还有诗入这个画，他们的风格都显示出自己对这种自然风光的这种审美追求。特别到了黄公望和王蒙这个时期呢，元代呢，他有了这种声宣，是吧？这种声宣呢，就使得他们的画更加注重了飘逸啊。过去那个画分，有的是说4品，有的说3品，咱们就拿3品来说，有神品、逸品和能品。那他们这个时的画呢，就属于逸品，就是在玩笔玩墨啊，诗书入画，这会儿就是属于文人画。他们的笔墨技法那是非常高的啊。这个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大家都很熟悉，他是用匹马村啊这个画的这个山水，画的是非常非常好啊。另外这个时期，北方以京浩、关同为代表啊，是北派山水；以这个董源和巨然为代表是南派山水。实际上，他们追求的都是这种风格。北派它的山水呢，崇山峻岭啊，苍茫博大；南方的山水呢，那是秀丽啊，耸立这种感觉。所以说，在画山水画呢，并不是说追求的具象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追求的这种审美，这种感觉。咱们从这个郑板桥画竹，他的一段话里头，咱们就能感受到，这个画和真实的景是有距离的，是升华的啊。比如说郑板桥他说了，说江管清秋晨起看竹啊，就是早晨起来看这个竹子，烟光日影，露气节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。早晨的阳光打进来，竹林当中有雾，看到这个竹子非常非常美。然后胸中勃勃，虽有画意。后来他就想了，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，他心里边那个竹子不是眼里边看的那样竹子，他已经升华了啊。然后他就开始展指、落笔、研墨，稍微做一下变相。手中之竹呢，又不是胸中之竹也啊！你看看这个变化，从眼中之竹最后到胸中之竹，它不一样了。然后真正落纸、落墨，它又不是胸中之竹啊，是手中之竹。那就是从眼到胸到手，它这个变化是升华了的。所以说，画山水画一定要有这个过程，要有这个意。不是像西画一样，我照着这个画素描一点不差，画得非常真，那样的话，这山水画它就比较死板啊，没有灵魂啊。石涛也说过，清代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。那为什么打草稿还有搜尽奇峰呢？他所收集的是奇峰的
搜尽奇峰，那搜集这些奇峰的好的地方，那肯定把好的地方收集起来。我把这么多好的地方，然后收集到一张画当中，你看这张画是不是升华了啊？所以说，画画意在笔先，同时意在笔中。所以说，写意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，是一种写心的过程。所以说，有些人就说了，这个画画呢，这会儿情绪不好，不能画啊，它是随时间、地点、环境、心情等不同的因素，所以说它的画呢，效果是不一样的，啊，是不一样的。它有即兴性、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，这就是咱们一会儿要说的生发跟收拾。咱们在画画当中呢，始终有生发，不断的改进，不断的否定自己，不断的在出现新的，创造出新的形态来，这就是生发啊。所以说，在学习中国画的时候呢，它有这么一个过程。第一是写实，第二取舍，第三变形，第四忘形，啊，它有这么一个过程。所以说，写意画呢，不但是中国画当中的灵魂，它也是这种写意画，还是古今中外一切艺术当中最透彻的揭示人类艺术目标的贡献。说到这个，咱们想到西方，在过去啊，有这种像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，这是美术三杰，它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比较写实。到最后啊，17、18世纪是吧？出现了印象派，后来又出现野兽派啊、抽象派等等。实际上，它都是最后抛弃了这个具象，往心这方面发展啊。下边说一下生发中的激情与美的发现啊，因为咱们讲了这个具象的东西，往往和客观结合起来出现的艺术效果，那是非常迷人的，是吧？那这个其中啊，比如说这个，就拿一个简单的线条来说，它就能反映出你生发当中的激情。比如说咱们所说的线条要松，不要紧。有些人就说了，这个松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才能是松呢？受具象约束的这个线就是紧的线，它约束你啊。为什么说咱们画完一条线也不能描啊？描本身它就紧，它就是受另外一条线的约束，受约束的线它就是紧。那咱们放开了以后呢，那肯定就是松了。一会儿我要示范啊。另外，处处都是画的那么实，就是紧；有实有虚，这才是松。所以说，中国画面要留空白，要画断线，要画飞白的线，这就是虚啊。为什么要用笔要转锋啊？中锋跟侧锋，还有逆锋、顺锋合用，这个就有虚实相应的成分，这个线就松。还有的人为了让线松，把这个笔拿得非常远，拿得杆的头呢，他就是减弱自己用手控制笔尖的这种程度，让它自然一些。还有线条单一是紧，丰富多变为松啊。你画这个画从始至终那都是
实现是一种单一的中锋用笔啊，侧锋、逆锋什么都不用，那你看你这个线条就非常的刻板啊。这个用线丰富，让它自然一些，这就为松。线条僵硬为紧，灵动自然为松啊。所以说咱们在画画当中啊，古人讲动如脱兔，静如处子，也就是说我动的时候跟兔子跑一样，有安静的时候，有激动的时候，这样你的线呢，它就是松啊。所以说古人总结了线有三病：板、刻、结。板那就是线呢单一，没有圆润的这种感觉。刻呢是旺生归角，出尖儿，就是书法当中这个线呢，这个锋呢已经出去了，跑了，留不住这个笔。为什么这书法讲究空中回锋，或者是笔最后收笔的时候回锋？那就是让这个线留住啊。所以说在生发当中，你看这个线条，它就能够把人的心理感觉都表达出来。这就是在画画当中生发的，它不是规定好了的啊。所以说在生发当中出现了美，那你必须得发现美啊。另外还要注意收拾，你生发完了以后把它收拾回来啊，出现这个美。咱们在这个理论，这个绘画理论当中啊，有一个六法，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啊。这个六法是南齐谢赫所说的。那这个气韵生动呢，实际上就是说的是你这个连贯性啊。你像这个书法，它讲究墨断，墨断呢就是你蘸一回墨，然后写下来到这儿，干了淡了，再蘸墨，再往下写，然后下一个墨断呢跟这个错开，从头至尾，它有一个湿和淡，干和湿，浓和淡的这种过程，这就属于墨断。咱们绘画呢，也不能老蘸墨，你画一笔蘸墨，画一笔蘸墨，得你这张画啊，它没有一种气韵生动的感觉了啊。所以说，在咱们画的过程当中，充满了意境在里边啊。所以说，我说这个生发在画山水当中很重要。咱们知道了写意画要写意，但是你在绘画当中，你要充分的把你的意境和生发的意境，把它表达到纸上去啊，这样你的画呢就有生命了，就有灵魂啊。那咱们这个画一幅画啊，画一幅山水。这个山水呢，实际上我开始画的时候，这个脑子里边有这么一个形状，大概的形状啊。比如说我这地方画近景啊，这个近景呢比较短一点，矮一点，然后这儿画中景，中景呢比较高一点。实际上我这个就有了构图的这个意境了，是吧？不能把两个部分画等同的一样面积啊，一样形状，要给它区分出来。